Self-employed? How's he self-employed? He's worked 14 hours a day, 6 days a week for you. He works for you. How's that self-employed? How did you get away with this? How did your company get away with this? Treating people like this? This is people's lives. This is my fault. 大家好，这里是左岸光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抱歉，我们错过你了》。这是一部社会写实电影，描述在非典劳动盛行的气氛下，一个劳工家庭的故事。今天我会先跟大家解说剧情，然后说明非典劳动的概念、台湾的现状与相关规定。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加入这个咖啡馆咯。电影一开头就是男主角瑞奇在面试一间快递公司，但是这位看似老板的男人却告诉他，你不是员工，你是自雇，你不是为我们工作，你是合伙人。听起来这份工作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很好啊。于是瑞奇很快就答应签约，成为加盟司机。因为瑞奇不是受雇，所以瑞奇必须自备生产工具，也就是货车，而货车他必须出钱买。于是瑞奇回家拜托老婆艾比卖车，让他筹钱买货车。但是作为看护工的艾比，因为要跑很多客户的家，需要用汽车代步才会有效率，因此艾比起初并不同意。但是瑞奇坚信他的这份新事业只要在初期多一点牺牲，很快就能赚大钱，于是艾比只好同意了。瑞奇上工第一天，主管就交给他一台扫描器，会把所有的货物扫进系统，以便追踪货物的位置。同事还递给他一个保特瓶，说是上厕所用的。瑞奇很不屑地丢到旁边，认为他不会用到这种东西。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他错了。没有汽车代步的艾比只能依赖大众交通工具，于是他的通勤时间变长了，无法及时回家照顾孩子，只能以电话交代。他们的儿子塞巴正处于叛逆期，成天翘课跟朋友到处涂鸦，夫妻俩常常接到学校通知，让他们头痛不已。瑞奇说他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塞巴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将来才不会过苦日子。谁知塞巴反呛 Go to uni? What, and be like Hopkins' brother, 57 grand in debt, and what, working in the call centre now, getting smashed every weekend just to forget his problems. Of course. 女儿丽莎却很懂事，妈妈不在家会自己吃饭，爸妈太疲累睡着了会帮忙收拾客厅，早上会叫哥哥起床，放假还会陪爸爸送货。这天丽莎陪爸爸送货，许多客户看丽莎可爱，还给了小费。瑞奇接到学校电话，说塞巴在学校打架，要家长到学校来，但是瑞奇找不到代班，只能赶紧送完货以后再赶去学校。老板顺便说他违反规定带女儿一起送货，以后不能这样。咦，瑞奇不是自雇吗？为什么公司还能管他要不要休假，还能管他带谁去上工呢？瑞奇赶去学校，但是校长已经离开了，塞巴被停学，艾比责怪瑞奇没有亲自来学校，于是瑞奇跟艾比吵了起来。瑞奇因为家事而身心俱疲，决定向快递公司请假5天，但是老板告诉他，瑞奇如果要请假，一天要付100磅，还要自己找代班，于是瑞奇只好放弃休假。瑞奇刚要上工，就接到警察局的电话，原来塞巴偷窃被抓到，家长一定要到警局，不然塞巴就会被告。这下瑞奇不得不丢下工作了，于是瑞奇不但被扣100磅，还要付代班钱，又被记了1次警告。瑞奇把塞巴从警察局接回家，和塞巴一阵口角后，塞巴离家出走。隔天早上，瑞奇发现家里的照片与他的货车都被喷了喷漆，更糟的是，他的货车钥匙不见了。瑞奇认为是塞巴偷了钥匙，于是在塞巴回家时打了塞巴，瑞奇被艾比赶了出去。深夜，丽莎呼唤瑞奇回家，
并对瑞奇坦诚是他偷了货车钥匙，因为他觉得家庭气氛越来越不好，他觉得一切都是瑞奇这份新工作的错，所以他以为只要他拿走货车钥匙，他们的家就会跟以前一样。瑞奇恢复上工后的某天，当瑞奇用保特瓶小姐时，一群流氓跑出来把瑞奇暴揍一顿，不但抢走货物，连扫描器都打坏了。艾比赶到医院陪瑞奇，此时瑞奇接到快递公司电话，说瑞奇要赔偿2本要运送的护照共500磅，还要赔偿被打坏的扫描器1000磅。如果瑞奇明天找不到代班，还要再被扣100磅。艾比抢过电话，把公司痛骂了一顿。And fuck you, fuck your fucking device, and your fucking phone, put it up your fucking arse. 但是隔天，尽管瑞奇伤势严重，而且现在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瑞奇仍然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上工，因为他还欠了一堆债。在瑞奇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勉强上工会发生什么事呢？故事就停在这里。抱歉，我们错过你了，是快递公司便条上的字样，是用来对司机没有和客户遇上表达歉意。但是瑞奇错过更多的，应该还是他的家庭与健康吧。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瑞奇明明为快递公司付出了那么多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又那么强，为什么快递公司却还说瑞奇不是他们的员工呢？瑞奇这样真的是自雇或创业吗？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规避正式的雇佣关系对雇主有很大的利益，因为法律对正式的雇佣关系有比较多规范，例如雇主要为劳工保劳保，要支付全职薪水，最高工时有规范，超过要付加班费，劳工因工作受伤，雇主要付医疗费，雇主不能任意解雇劳工，解雇要付资遣费，女性劳工怀孕要给产假、育婴假等等。更重要的是，法律还赋予正式劳工团结权，可以组织工会跟资方谈条件。其实这些都是合理的，因为有句话说，我们要的是劳动力，来的却是人。雇主需要劳工提供劳动力，但也要照顾劳工作为人的各种需求。今天就算是养一匹马，马也要吃草，也要盖马舍给它住，要训练它工作，要顺应马的习性，避免它发飙。母马怀孕了也要帮忙接生，不是吗？萌萌，站起来。但是如果雇主只想使用劳动力，却不想对劳工负责任呢？雇主就会对劳工使用自由弹性的假象，例如英国的临时契约、台湾的派遣、承揽等等。临时契约指劳雇双方并未签订最低工时，雇主可以根据公司的需求安排工作，劳工也不必然接受公司指派，但是在劳资权利不对等的情形下，往往让劳工被极度剥削，所以英国总工会一直反对临时契约。台湾可以相对照的例子就是承揽契约。根据民法第490条规定，所谓承揽契约乃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的工作，待工作完成后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所以承揽是以劳务的成果作为给付内容，重点在于着重结果完成，至于中间的过程，定作人则不会过问。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 Foodpanda、Uber Eats 等外送平台与外送员的争议事件。因为外送员车祸事故的相关新闻频传，所以台湾政府部门开始尝试定义外送平台业者与外送员之间的法律关系，究竟是雇佣还是承揽？因为这牵涉到事故发生时的责任归属。外送平台都宣称他们和外送员的关系是承揽关系，因为外送员是自己的老板，可以自主弹性决定是否接案，而且外送员是自备机车，外送平台也不会帮外送员保劳保。这和瑞奇所从事的快递运输业是不是很像呢？而作为家庭看护的艾比其实也被严重的剥削，也是非典劳动的受害者。我们来看看他的劳动条件。
hope they pay you, mind. 0-hour contract, I get paid for the visits. Well, what about your travelling time? I pay my own bus fare. Some of them live miles away. I need to be there at a certain time. You know this. Hey, I'm just looking at this. 7:30 on the morning till 9 at night. What happened to 8-hour day? Don't tell us to calm down. Are you going to pay us? Are you going to pay us me extra hour? Well, you know I can't do that, Abby. Yeah, but you still expect us to clean up all the mess in the short space of time that we get. 不过，台湾的法律对雇佣关系是采实质认定，也就是说，不管你跟老板签了什么契约，只要你们的关系符合3个条件之一，就会被认定是雇佣关系。一个是经济的从属性，一个是组织的从属性，以及最重要的人格的从属性。经济的从属性是说，你不是为自己的营业利益而劳动，而是为公司的利益而劳动，所以公司提供生产工具，还会固定发薪水给你。电影里的快递公司就是为了规避经济的从属性，所以把工资讲成了服务费，还要瑞奇自己买货车。组织的从属性是说，你被纳入了公司的生产组织体系里，你需要和公司的同事分工合作，做事需要跟主管报告。电影里某次出发前，一名司机因为在路上发生意外，所以当天无法上工，也找不到同事代班，老板就直接把他赚钱的路线换给了瑞奇，所以老板拥有调度所有司机路线的权利，而司机之间也要互相协调路线，甚至代班。人格的从属性是说，你必须接受公司的指挥监督，也要接受公司的惩戒。电影里，瑞奇屡次请假都遭到老板拒绝，还被罚钱、记警告，还不让他带女儿一起上工，完全无法自主。而那把扫描枪更是瑞奇对公司有人格的从属性的明证。也因为这些从属性原则的认定，到目前为止，外送平台业者与外送员的关系仍被劳动部认定为雇佣关系，而平台业者也在修改契约，想要向承揽契约靠近。所以各位伙伴们，如果你也在工作上遇到老板不承认你是他的员工，只要你们的关系符合我刚才所说的从属性原则之一，就可以向各地劳动局申诉咯。这部电影的导演肯洛区是英国有名的左翼导演，过去的作品包括《面包与玫瑰》、《吹动大麦的风》、《我是布莱克》等等，内容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被誉为英国电影的良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之后的节目里多介绍他的作品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加入讨论哦。